换言之，美国其实已经全方位放弃了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的，不要说任何契机，连动机都已经放弃了。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5年5月21号星期三在新华播出的这两天分析视频。今天两个线索，第一个是二普对话的后续，第二个呢是马斯克最新的情况。首先来谈谈二普对话的后续。前天这个星期北京时间晚上10点钟的时候，二普对了话。那么昨天我跟大家说，这个按照我的评估，其实真正的赢家是普京，真正的输家是特朗普啊。有关这个细节不再展开，大家可以去回看昨天我的节目。那么最新的消息，我只是录制节目的时候是今天下午北京时间的2点半，大概就在2点钟左右，我们从俄罗斯收到个消息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上午视察了库尔斯克地区，同时呢还参观了当地的一个核电厂，和当地的地方官员进行了交谈。根据俄罗斯方面的透露说，这是普京大概在今年这个4月份，库尔斯克地区从所谓的这个乌克兰的军队的占领当中解放出来之后的第一次视察库尔斯克地区。大家知道，这个去年8月份，这个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地区展开了攻击，其中尤其是库尔斯克地区。那么今年4月份呢，俄罗斯军队又把它夺回来了，这是普京第一次视察。其实更准确的说啊，是前天二普对话以后的普京的第一次外访，而且一下子外访就邦了一下跑到虽然离莫斯科不远，但是还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地区库尔斯克。意味着什么呢？某种程度我觉得意味着对内是普京的信心，也就是对二普对话之后，他相对比较成功的摆脱了美国的羁绊。换句话说，未来美国在俄乌问题上将不再有重大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尤其普京心中已经把美国这块石头给搬掉了，所以心情很轻松。第二个呢，坦率的讲，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他也是向全世界间接的释放了这个信号。这个大概是在半个小时之前，我们从莫斯科方面收到了消息啊，所以我也最新情况第一时间向大家做通报，所以加上我自己的点评。好，那么现在反过来看美国方面，既然是特朗普是前天二普对话当中的一个最大的输家，那么昨天呢，他的国务卿卢比奥在出席好像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就为特朗普做了辩护了。卢比奥的辩护大概有这么几条。第一个呢，他说乌克兰呢已经极大的分散了这个西方的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注意力。那么换言之，其实就是想告诉参议员们，其实未来美国不趟这个浑水是对的，是好的，有利于美国更加关注于一些其他的大事儿。当然这个话说完之后，参议员们马上就问他，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要从世界舞台上退位了呢？卢比奥的回答是 No， 我们不会退位。他说我上任了18个星期，我走了18个国家，难道还不够证明我们在全世界的重要作为吗？好像18个星期走了18个国家，1个礼拜走一个国家，平均听的好像是没有错，但是我们要再看看美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到底影响力在上升还是影响力在下降。而且世界各国对美国需求是在增加，或者对美国的公共服务产品、外交服务产品的需求量在增加还在减少。还有美国呢，这个愿意融入世界、愿意帮助世界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是在上升还在下降。显然从过去1月20号到现在整整4个月情况来看，对这3个问题的答案应该都是趋向于负面的。大概就看几个吧。一个是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如果说在俄乌问题上的作用，如果说特朗普上任之前夸下海口，说我上任24小时之内就将把俄乌战争结束，一开始第1个月也没有结束，我们大家想想也就算了，特朗普喜欢说大话。后来2个月没有结束，说哎呀有可能是到4月20号复活节才完成，到最后还是没有结束。那么说啊，那也许特朗普自己说俄乌的最后的和平是必须我跟普京通完电话以后才能定。好了，现在第3次通完电话，第3次通完电话以后，应该说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他的国务卿，也就美国的最高外交官卢比奥，其实都已经承认了美国愿意全方位的退出俄乌的和平谈判。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够说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在上升，世界各国对美国要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量在上升呢？显然是第一个。第二个更不用说了，这个有关对全世界火力全开的贸易战。昨天5月20号，这个在美国先后跟英国跟中国达成了所谓的
暂时阶段性的贸易缓和措施之后，美国又开始准确的说是特朗普又开始对其他的一些产品、其他的一些产业征收新关税。所以其实在过去4个月，当然特朗普有他的议程但是特朗普坦率地讲，确实是把世界各国的议程都搞了个天翻地覆。是不是最后会柳暗花明？我完全没有信心，我也不认为是这样做。所以昨天卢比奥当这样说的话，其实与其说是辩护，还不如说真的是为自己脸上贴个金而已。好，最为可笑的是什么呢？其实卢比奥他本人说话还不像特朗普那样的颠三倒四，还是有一定的逻辑性的，而且表达也比较清晰。而且现在他又担任国务卿，又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对不对？是个所谓像当年基辛格那样的。但是昨天在听证会上谈到俄乌战争，谈到美国对俄罗斯的作用的时候，他说，如果俄罗斯再不同意停战的话，美国一定会对俄罗斯追加制裁。当议员们又追问他，那现在为什么不追加制裁？他说，那现在不能追加制裁，现在如果追加制裁的话，俄罗斯大概就不会同意谈判。换言之，美国或者以卢比奥既作为国家安全顾问，又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来说，其实已经全方位放弃了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的，不要说任何契机，连动机都已经放弃了。这个难道如果我们再加上他前面说的乌克兰问题，相当程度已经分散了西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关注程度，前后形成一个天然的闭环，难道不是在向全世界正式宣告美国将退出俄乌的和平进程吗？在这么一种背景之下前有2天之前2普对话的一个结果，后有昨天卢比奥在听证会上的连番的这种看似前后矛盾，其实背后逻辑退出俄乌谈判的这个逻辑非常清晰的这么一种信号之后，难怪有了今天俄罗斯时间今天上午，就是我们大概下午2点钟收到的，普京今天首次视察了库尔斯克地区，还跟当地的地方官员交谈同时也视察了核电厂，显示出既信心满满，同时又老神在在。那么现在毕竟是特朗普上台6个月还不到，后面还有3年半的时间，到底如何发展？讲3年半时间可能太长，还不如谈明年11月份，也就是18个月之后，马上要来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谈到中期选举，显然特朗普要花钱了，对不对？因为特朗普这一次成功当选跟一个人是脱不了关系，准确的说，跟某一个人的政治捐款是脱不了关系，这个人就是马斯克。大家知道，最近大概3个多星期，马斯克应该说比较全方位的淡出了全球媒体的这个视线，原因他就回去已经去从事他个人的特斯拉的业务了。昨天他在参加一次会议上的时候呢，公开表示，他说，我将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捐款，我过去为美国政府、为美国政治做的已经够多了，从现在开始呢，我将更加聚焦于特斯拉的业务。同时呢，他也重新和他的董事会签了一份他继续担任特斯拉 CEO 5年的这么一份合约。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第一个呢，对特朗普来说可能已经难以寄希望于马斯克的政治捐献、政治献金。而且昨天被记者们在追问到明年中期选举18个月之后，刚才我说就要来临嘛，马斯克还会不会捐款？马斯克的回答非常的清晰 ，No， 我不会再进行政治捐款，至少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捐款。然后他有了这么一段话，说我过去为美国政治、为美国政府做的已经够多了。所以呢，对特朗普来说，与其说是未来的3年半，还不如说18个月之后对他来说更加性命攸关。他如果18个月以后中期选举的结果不好的话，当然不意味着他马上需要从总统宝座上下来，但是对于18个月以后，特朗普的政治现金来自何方？当然没有了马斯克，特朗普自己依然可以找到钱，而且他自己的企业可以出钱。但是马斯克的退出，以及后面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马斯克般的政治人物退出，我认为这是我们下一步可以持续关注的问题。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这里谢谢大家。